大家好，这一节呢就给大家讲解这个芥子园画谱里面的这个蟹爪画法，就是树，就是画树的时候的这个蟹爪画法。我先把这个原文给大家读一遍啊。必须锋芒毕露，如书家所谓悬针者是，可配荷叶春，以笔法皆主犀利也。焦墨画之，再以淡墨造染，变成烟灵。写向寒山，是为墨晕，遂为朱树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们画蟹爪画法的时候，一般表现的是北方的山水，因为北方因为地域原因，他们的树呢一般都是像蟹爪一样的树枝，像蟹爪的形态一样的展开，所以是错落有致。然后呢，我们在画这个树的时候，上面有一个名词叫荷叶春。荷叶春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春笔从峰头，就是山峰的头向下区分，就是分批，形如荷叶的这个叶脉脉络，由此得名。用来表现坚硬的就是北方的山质的这个石头，山峰的石头的质感，在经过了自然的剥落之后，岩石由此出现的这个裂纹，我们把它叫做在画的时候叫荷叶春，像荷叶的这个经络。第二个，这里出现的一个词叫焦墨，焦墨造染，就是说这个焦墨就是因为墨分五色，叫焦浓重淡轻。这个焦墨是最枯，就是我们画枯笔的时候采用的这个墨，基本上不太加水。还有个就是悬针，这里出现了一个如画家，就是如画家所谓的悬针画。悬针是一个书法的术语，主要是我们画树，就是写书法的树的这个笔画的时候，下端出现的这个笔锋，我们叫悬针。那么还有一个词叫烟林，烟林就是烟雾笼罩的树林。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如这个遂为朱树。朱树是什么意思呢？它就是传说中的仙树。这个呢，就是在这个主要是《山海经》里面的一个树的造型的一个术语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第二个说法，朱树呢，就是积了雪以后，冬天山上的树上有积雪我们也称为朱树。那么第三个呢，是一个我们对树林树的，就是树的一个美称，叫朱树。那么这一段就给大家解释完了。下面呢，就给大家具体的做一个蟹爪画法的示范。